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胡磊老师，欢迎。接下来了解一下下面这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刚在一起时，我天天黏着他，但他不喜欢那样。他希望我有自己的事业，可我按照他说的去做了，他却更嫌弃我了。他特别会给自己找借口。我俩的问题是他现在不像从前一样，什么事儿都把我放在心上。他现在觉得自己特了不起。因为我工作的原因，他总爱吃醋。我能理解他，但我希望他能多包容我一点。我以后也一定会让他幸福的。我已经跟他发过很多次脾气了，但都没有用。他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什么事儿都不听我的。我现在觉得跟他在一起太累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赵，26岁，来自北京个体，有请小赵，有请。小萌，25岁，来自黑龙江学生，有请小萌，有请。欢迎两位哈。小萌资料上面说现在还是学生啊，读本科还是研究生了？今年考的研究生。哦，就是现在在研一。研一哈，厉害啊！咋认识的呀？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啊，哪年啊2年前。然后就喜欢上了。刚开始看见的时候，觉得挺不错的。然后我估计10个男人9个半都会喜欢吧。其实就是说这个姑娘在你心目当中也是惊为天人了嘛，是这意思吧？对。然后就追了她是吧？对。听小片说好像这个情感还挺复杂的，什么一会儿黏又不行了，又要发展事业了，到底怎么了呀？哎呀，这个一开始我们俩在一起的是我差不多3、4个月吧追上她的然后一开始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经常黏在一起，那会儿我也没什么事儿干，然后她上学，然后后来呢，他一开始对我特别好，我就觉得这男生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特别心细，只要一有时间就陪我，我就觉得特别感动，然后就跟他在一块儿。可慢慢的就他变得跟别人一样了，我觉得就变太多了。怎么变了？我觉得我的终极思想是没有变的终极思想终极思想就是我们的未来嘛。但是过程的确可能是有一些变了，毕竟我们都在成长，每年都在长1岁，然后也是他一直在要求我来创业我现在开始创业以后，工作其实特别的忙，确实陪他的时间很少了，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行，听下来是女生觉得跟男生相处的方式变了，是吧？对，是男生变了，不再那么围着你转了，是这意思吗？对，男生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自己创业那这没什么呀。我想让他有点事儿做，我是想让他创业，是想让他脚踏实地的，哪怕我俩开个小饭店之类的都行可他呢，非得跟一个什么女性的朋友开一个传媒公司，我就觉得太不切实际了。然后他整个人都变得特别飘，现在怎么飘了？他可能点子也挺好的，然后赚了第一笔钱嘛他就说什么自己赚了第1桶金，其实特别少，因为他就是创业很久才赚。多少钱？10万块钱。这还可以了，挺厉害的。那都很久，就不像别人每个月发工资，他是很久才赚，那也不容易他赚钱第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俩一起庆祝，他是发朋友圈，然后自己还在下面评论说什么自己多厉害，就我觉得干脆出个自传得了。嗨，不至于。后来请女朋友去吃饭了吗？我们一起，包括我的朋友还有他的朋友，我们一起玩了有3天吧，然后当时都挺开心的，他也没说我什么。他
把朋友都叫来，然后又是唱歌又是吃饭，那几天就花了6、7万，我就觉得那以后日子怎么过呀？我觉得太不可靠了。哦，所以是从这个男生做事的行为方式，女生觉得不可靠了啊？还有吗？还有我俩在一块儿以后，他不光不陪我了，他住的房子呀、车都不是他的，都是他合伙人的。我觉得啥意思？哪有？就是他不是跟一个女性朋友一起开公司啊，然后他住的那个房子和车，就开的车都是合伙人的。然后我觉得每次我去找他呀，或者跟他出去，他开着那车，还有去他那房子，我就心里特不得劲儿。这你租合伙人的房子租的便宜是不是？不是这样的，那个是等于是就是我们公司的房子、公司的车，然后房子的话也有2、3个同事在一起住。那你就夸张了，这2个性质的事儿哈。但他跟那合伙人就关系不一般，那我俩一起出去吃饭看电影，只要合伙人一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走了，就把我晾在那儿，他就直接就走了。你说哪有这样的男朋友？那到底是我男朋友还是他男朋友呀？解释吧，解释。其实千言万语一句话，都是为了工作，为了我们。你看每次我一跟他吵架，就我俩说不明白这些事儿，一说他就说为了工作，就好像我多不懂事儿似的。不是，那人家您说我那个合伙人，人家哎为了公司，为了大家啊，整天在外面应酬，然后我自个儿在外面跟我自己女朋友出去玩，您说我这样合适吗？他每次都替他着想，不合适吧？那你怎么不考虑我呢？我有时间，我肯定会考虑你啊。每天都要这样？当然不是每天，但是他就是揪着那小辫儿就是不放呀。不是，是白天我都能理解。就有一次晚上，我那个养的狗生病了，然后我就想着说，大半夜的，你说我自己怎么办？然后我就着急给他打电话，他推三阻四的不来，人家一给他打电话，他可快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接我，就说带着狗去医院看个病嘛。结果他开车开到一半，那女的又来电话了，他把我放路边就走了。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一个人还特别无助的那种感觉。这事儿的确是我办的不对哦，但是那天也真的是特别特殊的情况，因为那天每次都特殊。那天我的合伙人跟我们的一个大客户之间闹一点别扭，然后我也是过去救场，这个真的是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我不得不去，真的不得不去。但是我承认，真的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太疏忽了。是，我听着都什么事儿都说云里雾里的哈。什么事儿都说，以后对他的工作我也搞不清楚，完了，他还不跟我说，然后就每次都给我承诺说什么以后。就他不光跟我这样，我就想着我俩年纪也不小了嘛，然后我就带他回家见我爸妈。结果带他回家见我爸妈，他跟我父母也是画大饼，跟我父母说什么我俩以后房子都买好了，车也买好了。结果他当时就喝多了嘛，可能有点，就给我父母看的房子和车都是公司合伙人的那个房子和车。我当时就踢他，结果他也没反应，还在那儿吹。没有吹呀，是你的。以后我们公司现在发展趋势很好的，2、3年内，以后结婚能住那房子吗？2、3年内咱们完全可以是我的。你看每次一说你都说以后，那现在呢？现在我们不过日子了吗？那现在也没有，咱们也没有过不了啊。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真的你什么都是承诺，就都说以后。哎，我特好奇，你是拿什么跟那人合的伙呀？我听那合伙人是拿资本，有房有车嘛。算资本吧，对，已经提供给公司了，也算是入股的一部分了。那你拿什么跟人合伙呢？我拿我的项目资源呀。啥项目啊？这个我觉得不太方便透露吧。行，那就不透露呗。就他工作的事儿都特别乱，还有他们因为要弄那些拍什么短视频，那关系都特别亲密，就经常给他打电话啊，什么叫哥哥，失恋了还给他打电话，然后还找他诉苦。你说我要是失恋了，我也给主持人打电话，这合适吗？合适吗？在他的角度看。
些什么工作呀？就有的时候做那种礼仪呀什么的。我凭本事赚钱怎么了呀？你凭本事赚钱，你穿花枝招展的是挺凭本事的。而且他说担心我，但他一次都没去接过我。我让他下班去接我，他都没去过。那我跟你说过那么多次，你就不能不去了吗？那我不生气吗？好，能不去吗？那他要是陪我，我肯定也不愿意自己去啊。他没时间陪我，我只能自己找点事儿做。这个世界上有一类女人，其实在我看来挺好的，就是不是男人只要把钱拿回来，他就认为好，他关注的是这个男人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啊，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会挺好的。男生，其实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哈，你的女朋友反反复复说她想要的其实就是普通人、平常人的日子和生活，你能给吗？可以啊，但是她一开始不是人家别一开始，她现在就想要那种生活，你能给吗？你看他还犹豫。可以吧？那你现在的公司怎么办呀？你那些合伙人怎么办呀？我可以撤资，我也可以卖股，我可以把这些东西都给他们。哎呀，可以做到啊！可以。每次他都这么承诺，他跟我说过好多次了都。啊，还想谈吗？我想，你觉得现在这么忙值当吗？我觉得其实是挺值的，因为我做的这些就是为了他。一开始我也可是他不要这样的日子呀。可是他是要求我去创业，是他要求我去创业的啊。我希望你做点脚踏实地的嘛，你现在就整个人特别飘。哎，你合伙人知道你们俩为这事儿闹吗？这些我自己的私事，我从来不会跟公司的任何人说。啊。他都没说清楚过，他要说清楚这些事儿，肯定就人家也不会这样，我觉得。哎，你们公司人知道你有女朋友吗？知道啊。知道是他吗？知道啊。那你带我出去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说我是女助理啊？人家都知道的话。客户不知道呀，但是公司内部的人还是知道的。你确定吗？我确定。你确定吗？我不确定。他工作的事儿他都不跟我说明白，所以我现在就特别觉得他飘。所以按照你女朋友的说法，你公司的人怎么知道你有个女朋友呢？反正10个里面有1半都知道。那是怎么知道的呢？我自己说的呗。啊，好吧，我们就这么听听吧。所以今天是谁要来的？我来的目的是，因为我俩平时也没少因为这事吵架，我就希望，就是他能改变，就即使我们以后在不在一起，我都希望他能看清楚，就别再那么虚无缥缈，就脚踏实地一点。因为我俩就以后在一起过日子，或者说他就算不在一块儿，我也希望他能过得好。哦，听明白了，姑娘的意思说，你脚踏实地做事儿比什么都好。在不在一起，现在在你看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是你希望让他别那么飘在半空，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啊。你来就是为了跟他好，对吧？对。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赵、小萌，你们好啊！小赵，你现在是处于一个极度膨胀的时期，你能感觉到吗？膨胀期？我觉得我没膨胀哈。我觉得都是为了我做的事儿。做这些事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事业呀。好，那跟爱情没什么关系，跟他没什么关系哈。这一点我挺喜欢你坦诚，为了自己的事业嘛。先把爱情暂时搁一边儿。我先问你，合伙人知道你女朋友的存在吗？肯定是知道的，因为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那肯定你带你女朋友见过你的合伙人吗？没有一起吃过饭。见过吗？见过。介绍过吗？介绍过。是吗，女生？当时也没明确的说，他就他有，你就告诉我有没有介绍说，这是我的女朋友。介绍了。有吗？他就提了一嘴说这是我朋友。朋友和女朋友可是差别很大，咱说点实话行吗？啊？没介绍过吧？没认真的表明过吧？我介绍，我120%的介绍，我。好，你刚才还说到一点，你说让你女朋友以你女助理的身份出席客户的这个一些饭局哈，你质问他，你为什么就不能帮我一下呢？请问你的女朋友在你的事业上凭什么帮你？
他又不是你的女合伙人，他凭什么要以助理的身份出席你的饭局，而你却堂而皇之地告诉他说：“我带你去见我的客户。”然后你种种的所有对他所做的事情，把他丢在路上也好，然后只要合伙人一叫你，你就去赴约也好，我看不出来一丁点儿你在乎他的感觉。其实你的这种虚荣心也好，你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也好，膨胀的感觉也好，就是因为你可能有一点自卑，你需要这些非常浮夸的东西来证明。真正的自信是不用任何东西来证明的。但我也理解，处在这个年龄阶段，事业刚刚起步，得到了一些成功的甜头，很多人都会膨胀，都会失去自我。但请你明白一点，就是站在你对面的这个女孩，你对所有的人都可以膨胀，你对她其实最不用膨胀的，你对她是应该最真实的。因为谁最后陪在你身边？我不能说是他，但是我想告诉你，未来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是你应该最以真实面孔视他的。如果你现在欺骗你自己，未来生活和感情就会欺骗你。记住我的话，对女孩要说的就是，如果发现了一些你自己感觉有问题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底线在哪儿。越过你的底线就坚决不行，所以亮出你的底牌和底线，做出决断，好吗？好，谢谢二位。好，谢谢莎娜老师。那个，把你端着那个架子啊放一放，就你就端的那个样子啊，就看着特别不舒服，你知道吗？我问你问题啊，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这个说不好。你看，但凡问到你正儿八经都应该能回答的问题，你都说不好。我钱真的可能是，现在是挣1个月赔2个月。对，他有时候我就是觉得他特别不稳定，有的时候是一下赚很多，但很久可能就不拿工资嘛，对吧？项目制嘛，没什么工资嘛，这也正常。一开始做创业，大家都很艰苦。一开始你说我占点股份不拿钱，这也很正常。你到现在没搞明白你女朋友到底在干什么？他其实没说什么感情的事儿，他在担忧嘛。说公司，你说不清楚什么公司，赚了一笔钱，2、3天6、7万就造掉了。所以啊，他不是在为你担心嘛。我也大学毕业创业，一样的。我是一直是这么觉得的，创业是一件好事情，创业也是可以脚踏实地的。但是，创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透明的。现在你在你女朋友面前是不透明的。你这个云里雾里的，让人一眼看过去哦，不知道在看什么。所以啊，我倒觉得，一个人一开始事业成功一点，膨胀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这大家都会遇到。但是年轻人啊，要踩在地面上，所以不要说什么创业，先把未来想清楚再说。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男生创业只有1年，用你自己话说是创业哈，1年对吗？其实我听来听去好像也没赚到什么钱吧，就赚了那10万，还让你3下2下挥霍完了。所以我理解为这是一个刚刚进入职场，以前可能好逸恶劳，也没什么正经工作，对吧？自己感觉找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朋友，就天天腻在人家身边，几个月被嫌弃了。好，我创业去了。每天忙到什么半夜回来呀，或者是不知踪迹呀，是真在创业干活呢，还是咱讲讲面子，说咱在忙呢？我都打个问号啊。所以为什么你给大家感觉那么的不踏实，给你的女朋友那么飘？真的是你的心没有在地上准备认认真真去为未来的生活脚踏实地走那一步。我见过你这样的年轻人，打着所谓的创业的幌子，其实有那么忙吗？很多时间所谓的应酬，也不过是去交际交际，认识一些有用没用的朋友，充充面子。当然，你可能也不愿意跟我对话，但请你梳理你这过去的1年，
你做的大部分事情是不是这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所以你年轻人创业做事，我觉得是好事儿。再忙再累，顾不上女朋友，但你只要脚踏实地去做，你找到了你真正的价值所在，我都支持。怕就怕在，其实只是充了个面子，这就是女朋友所说的飘。而女生其实我觉得你也是控制欲比较强的一个人。你看她最初对你非常逆着你，很贴心的对你，其实你不满意，你嫌她没有正经工作。当她真的出去想要打拼、想要努力的时候，你又开始100个质疑。我觉得她其实相对来讲就是个普通孩子，你的这种怎么做都不对的状态，她其实也迷茫。他可能多少会想，哎呀，我这样忙着天天去创业了，陪客户了，那我女朋友会觉得我挺能的，我挺有本事的。有事儿没事儿也不能腻在你旁边啊，腻在你旁边被嫌弃呀，出去陪客户说不定还能赚着钱呀。你说他为什么那么嘚瑟，带着你去请朋友吃饭啊？可能他其实也证明给我看吧，也想讨你欢心。所以我都觉得你们2位啊，真的都应该脚踏实地。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我就去做我应该做的事儿。我好好关心女朋友，我脚踏实地去工作。女生也一样，你找的就是这么一个男孩，没有太大的本事，但爱你，但和你贴心，愿意陪着你，你何不享受这一段的美好呢？然后陪着他一起成长，找一份稳当的、踏踏实实的工作，不好吗？我们不要去要求对方超越对方能力的行为，也不要去控制别人，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让他去前进。顺其自然其实是你们最好的状态。男生也一样，女生也一样，找回自我，其实就会一切水到渠成。不要去要求对方做自己希望对方成为的样子，也不要去勉强自己打肿脸充胖子，做不适合自己的事儿，好吗？祝你们都找到自我，谢谢。好。谢谢严老师，严老师哪段话说到你心里了？说的小眼泪还巴巴的。啊，行，不想回应，来，涂老师。啊，真哭了？可不是嘛，稀里哗啦的。安生，你根本不像一个创业者。创业者非常清楚，拉投资、找投资是多么的艰难。没谁像你这么造钱的。我最担心的是，我是觉得你这个男生极虚荣，到女方的家里去，可以大言不惭地把别人的房子和别人的车说成是自己的，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飘的状态。如果这是我的女儿或者是我的亲戚，我是绝对不放心把她交到你这样一个人手上，因为据我们刚才所了解，这个女生对你干什么，公司的运营业务一概不知，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认为，其实今天倒不是谈感情的问题，姑娘，而是你们之间一些对等的信息公开的问题。如果他连这个都做不到，别谈恋爱了。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现在最重要的一点，还不是什么虚荣和感情和将来，是坦白。如果没有这个坦白，你们趁早拉倒，不要谈情感的问题。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行了，剩下来时间留给你们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在一起这么久了，我知道我总是什么事儿都想让你听我的。其实我特别不放心，我早就知道可能我们不太合适，但我就是放心不下你。我就希望你以后也能，就是自己也能过得挺好的。我懂了。祝你幸福。行了，谢谢2位，请回吧。请开门。
希望男生好好的去创业，发挥自己的才干。希望女生经过今天的这样一个事件之后，能够明白，该坚持的底线一定要守住，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祝年轻人们开心而茁壮的成长。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可是他却一次又一次地触碰我的底线。现在我已经对他彻底失望了。我知道我以前做过许多傻事，但是我已经知道错了。他之前原谅过我那么多次，为什么这次就不可以呢？他从来没有把我这个男朋友放在心上过，无论做什么事儿，他都不会考虑我的感受。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是可有可无。我之前是个特别平凡的女孩，循规蹈矩的生活换来的是我自己受到伤害。有段时间我比较叛逆，但我现在已经后悔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宋先生27岁，来自河北个体；贺女士24岁，来自内蒙古销售。来，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好，主持人好，欢迎两位啊。你们俩的好像相识还挺传奇的，是吧？是在饭店里认识的。对。啊，哪个饭店？就是在我们唐山海边的一个小餐馆，也是我自个儿和朋友一起，搭伙去干的。所以他是你当时饭店的客人，是吧？对。那时候你是在唐山海边旅行，是这意思吗？对，是的。啊，那后来怎么就变成女朋友了呢？就是那段时间呢，我是处于一个失恋的状态。当时呢，就是失恋的状态。对。去唐山呢是旅游，去散散心啊。就有一天晚上，就他看我自个儿快打烊了，为啥还不回去呢？完了之后就问我啥情况啊？就是说我们快打烊了。那时候可能我就是挺伤心的，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就是看有人来了，我就是也不认识嘛。完了之后就跟他多聊了几句，完了这么就认识的。这么认识之后，经常联系嘛。毕业之后有一个工作机会到那个唐山，完了之后去唐山了，之后他追的我。就是你去了唐山之后，他知道您去了唐山就追求你，是吧？对。行，谈了多久？谈了1年多了。谈了之后感觉怎么样？感觉刚一开始还不错，但是现在就感觉他变了。很少听男生说女生变啊，他怎么变了呢？都在前几个月，他又找他前男友去了。又见前男友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其实我上一次感情经历也挺失败的，就是我也跟他说起过，那时候有一个异国恋的男朋友，就是一开始跟正常一样的，就是每天就是微信呐、聊天呐什么的，但后来就是有一天突如其来就跟我说，咱们两个不合适，咱们不要在一起了，我已经跟别人订婚了，以后不要再联系了，就这么一句话就没了，就杳无音信。之后来我听朋友说他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是不死心，我就是想去问问他到底是为啥，就是我是哪儿差呀还是咋的？不是，他是外国友人还是？中国。中国人，但是你们异国恋是吧？对。不是分手了，你还问那理由干什么呀？就是问出来了吗？没有，就是他要跟别人结婚了，他就是不喜欢我了，就这样。对呀，这有什么要问的呀？就是你是咋知道的？他告诉你我要去找前男，不会吧？对。主持人就是这么公然说呀？没有，他瞒着我才去的。瞒着您去的。对。后来您怎么知道的呢？都有那么2天，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回，完发短信他也不回我。我都觉着特别担心他。当时我也问他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那个见到他，身边朋友说也没他信儿。完了，当时我心里边都是挺担心的。后来等到他回来之后，他才跟我说，他去的时候是瞒着我的。行，听明白了。但是我回来我都告诉你了呀，我并没有想瞒你。我要是想瞒你的话，我就不会跟你说呀，对不对？你不是应该去之前告诉他吗？你说与不说，就是你跟我在交往，你有没有必要去见你前男友啊？你跟你前男友，你到底还想几个意思啊？我们并没有联系啊，分明没有我，你都没把我当回事儿，你才这么干的。除了见前男友，还做了什么？他还去参加啥相亲大会，我都觉着我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讲，我这一点面都没有了。你说他去参加相亲大会，对我来讲，那肯定是挺大的一个打击。我心里忒受不了这事儿，你知道吧，主持人呢？
啊，我知道。关键是，来，你说说你为什么去？我参加相亲大会，我并不是说是为了去找对象，或者说是那你干嘛去了？那是相亲大会。还是因为就是前男友那个事儿受刺激了，完了之后我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人喜欢我，有没有人认可我。不是有人喜欢你吗？不是有人认可你吗？那你参加相亲大会是啥意思呢？就是看看是不是有人会觉得我其实也有优点的。我的妈呀，还干过啥？你女朋友还挺厉害的啊。她确实挺厉害，她一直都是生在府中，她不知府。她去参加相亲大会，她还能去见网友。我都觉着这一码一码的事儿，她把我其实弄得心里现在伤得挺透。真见网友啊？那见过。其实就是也是想就是做一点改变，所以说是才会说是想去见网友，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我想改变之中的一个小计划，就是我还有想过很多改变，就比如说是喝醉一次或者喝断片一次，因为以前我是那种挺平凡循规蹈矩的一个人，就特别乖的那种人，我就是这些我都想都不敢想，所以就想尝试一下那一点刺激的感觉。我现在想想，其实觉得那时候我挺傻、挺二的、挺作的、挺后悔的，所以我跟他道歉过。之后后来他也原谅了我了。好，这不都原谅了吗？人都知道错了。他还跟我争到这事儿呢，原谅。你说这事儿能让我咋原谅他呀？我肯定原谅不了。你说这事儿给我心里头伤得忒透了，这一码一码的事儿。那你现在干嘛？我现在主要是都是说诉说一下我心里这种委屈，因为我之前也没谈过恋爱，然后我就对他一心一意的，他把我伤的实在太透了，我为他做的事儿已经忒多了。啊，你还为他做过什么呀？我呢就是跟朋友一块干餐馆，因为我们那个餐馆的就是在海边上嘛，去餐馆的时候也要坐船去，然后就是特别不方便回市里，然后我呢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要不然我腾出多余的时间，我去陪一下我那个女朋友，我也找一个人，你们两个一起去，咱们忙活这餐馆的事儿，就是尽量的，我就把餐馆的活儿我放给我朋友去管了，我尽量呢我也去多陪他，但是呢我也跟他去说过，我说要不那个你也别去做那个销售这个活计，因为这销售这个工作其实它不是特别适合，因为特别单纯的一个女孩，职场各方面那种她不是特别能应付得来，所以我就想让她稳定一点，但是她呢反而也都跟她跟我说，我觉得销售没有什么错呀，我不想一直的花你的钱呀。是你这个想法不错，但是我呢反而我是想让你过得踏实一点，但是他呢反而不听，他就说做销售有挑战性，做销售我特别喜欢。怎么了？我就感觉其实让他呢也是陪在我身边，做餐馆老板娘，跟我一块儿去经营这个餐馆，然后他呢也就不用去做什么，我还能有更多的时间两个人一起去相处，我觉得这样也挺好。但是呢他不同意。你那餐馆怎么样？说来说去。我那餐馆生意挺好的。现在跟合伙人关系怎么样？合伙人关系，一提到这个，我有点就是说挺对不住我那哥们儿的，因为那回我没在那儿，那里有客人呢发生冲突了，当时我哥们儿给我打电话，他说你也过来处理一下吧，毕竟你也是股东，你不可能说啥事儿咱们都当甩手掌柜让人家去干。当时我想去回去处理，但是他说呢，不有你哥们儿吗？你上那儿还用去干啥呀？到时候你去事儿都解决完了，不用你去了，你留下陪我吧。当时我就也选择留下来陪他，因为这我哥们儿认为，你这个都是一个甩手掌柜，你啥事儿都让我干，等着都是挣钱了完，到时候你上那儿你跟着分钱，都感觉我对于我们两个这份事业不忒放心上，都感觉我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俩关系都差点闹掰了。完了后来也是两个人就是慢慢的，我也跟人家去多解释啊，以后更多的事儿能多分担点都多分担嘛，都这样。你今天来干嘛呀？我今天来就是感觉他做的一码一码的事儿，我不想跟他一块儿再处下去了，但是他不想分。啊，这个还是好男人是吧？其实我也觉得说是自己挺过分的，因为上一段那么受刺激的感情，所以说是这么为难他。我也并不想这样，就是自己拧不过那个弯儿，我也觉得自己很过分，我也不应该这个样子。所以你的逻辑就是因为我受了刺激了，所以你是我的男朋友，你就要接受我的这一切，是这意思吗，姑娘？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的意思是？
我就是说，我不用你去那个，因为上一段我感情的失败去为我承担，但是我就是我不想错过你，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后也不会再那个样子了，那些计划全部都作废。他那计划到底是个什么计划呀？他那个计划就是他已经做过的，见网友啊，参加相亲大会呀，还有就是他说的想要说一个人喝到断片儿，还有都是说他想要绞个寸头。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就不敢想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就是让我其实挺不理解的。但是他没做过的事情，让我更以后我都想都不敢想。我就感觉以后如果说再经历那些，我就感觉我都会疯了。啊，明白，确实挺荒唐的。因此是女生害怕失去是吧？小子是不是在心理上不太愿意跟他分？说实话，我愿意分。他硬来，但是我也就是说，不可能说心里还有他，心里是有一点儿。来吧，各位老师看怎么办吧。理性上面说应该分开，对吧？但是感性上面还残存着一些感情，又舍不得。理性上面知道错了，不应该苦苦哀求对方，我们要继续。但是感性上面又舍不得，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宋、小贺，你们好啊！啊，你好。
好吧，谢谢二位，祝你们各自幸福。好，谢谢莎娜老师。我比较同意莎娜老师刚刚说的话啊，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应该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才开始跟你谈恋爱，之前就没跟你谈恋爱。她之前是在一个漫长的疗伤期，你也是她疗伤的其中的一道药。然后见网友、参加相亲大会，所有的事情都是她的药。她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疗伤期，聊着，突然间发现你这道药出问题了。今天站到这儿，情绪有波动了，可能才会真的去想跟你的感情的问题。所以，在那么长的时间，你是他的一条心理底线。这条心理底线不是说是我爱着的，也不是说我投入多少感情，而是它始终一直都在的。你就是那条线。为什么会有这条线呢？为什么这条线就不是我爱的那个人呢？因为有不甘心嘛，我还想找回我的前男友，所以你永远是那条线。姑娘确实也受了伤，受了创伤，只不过她在一个巨大的疗伤期里面伤害到了你，也让你受了创伤。所以今天你有选择权。如果你想谈下去，今天是机会；如果你不想谈下去，说清楚，转身离开，我觉得也是可以，也是一种尊严的方式。好好想，好好选，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其实你们两个站在这里，谁也别觉得委屈。我觉得在这场所谓的感情。也不会和他联系了，只不过就是当时找他就是想问问清楚。那你明白的跟我们说一说，你是爱上这个男人，还是被这个男人所感动？我爱他。你爱他在哪儿呢？
没看见你为他付出什么呀？他只是一直都是在抱怨我，就是说我多么不懂事，我是挺不懂事的。但是我问的是你为他付出了什么？比如说他生病的时候，我可以就是一直都是陪着他，完了之后照顾他，完了就是尽管我不懂他怎么去打理生意，但是我也会去学。有做过吗？有做过一点儿。那从一点点可以发展到更多吗？你为什么没有希望呢？但是我感觉他不想去做更多。其实你今天说那2个字的时候，说明你挺自私的。这2个字就是错过。你凭什么不错过呢？凭什么你不想错过就可以不错过呢？当你说这2个字的时候，说明你已经不爱他。当我们忽视身边人的一种付出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希望在生活当中错过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像你这样伤得别人遍体鳞伤之后，你说我不想错过他，这个错过就挺不真诚。如果说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你真的爱上了他，你付出就好了。他即便今天跟你说分手又如何呢？所以分手或不分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你要真不想错过，那就不要再犯错，你就好好付出就可以了。答不答应是他自己的事儿。好。至于你到底爱不爱他，我们所有人说了都不算，也许你自己心里是最清楚。但是只有你付出了之后，你才知道，你内心这种付出到底是不是心甘情愿的。男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个受过伤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在胡闹，你知道的呀。所以我觉得，的确你们俩之间都不太相爱。如果相爱，就要抓住那哪怕是一丝丝的希望。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体现了你自己的存在，去保护他，拯救他于水火，给他介绍工作，陪他，你感觉自己活得特别有价值。但是当他反反复复地重复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觉得疲劳了。拯救别人的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因为你还有凡夫俗子一样的生活需要正常的度过。你要吃饭，你要有合伙人，你想要有自己正常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高，你也许就是在他最人生低谷的时候碰上的一个好朋友而已，你没有那么喜欢他。如果要走，今天就坚决地走；如果要付出，无论是在台上台下，生活当中都可以默默付出。但是每个人都要看向明天，好吗？就这样。好，好，谢谢涂老师。你们就想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实际在过去的1年当中，女生拿了一个钉子，在她那墙上钉啊钉啊钉啊钉，钉完了，现在要把钉子拔走了。这个钉和拔是个互动的过程，你们既在彼此的身上钉钉子，同时也拔完了。现在这个钉眼就在身上，各自身上都有钉眼。男生肯定伤痕累累啊，有钉眼，这钉子谁钉的？女生钉的，对不对？其实现在男生也在女生身上钉了钉子了。这个钉子是，你这个女人反反复复的，我受不了吗？你也钉了这个钉子了。现在这2个人是一身的钉眼儿。你们觉得那个爱能把那个钉眼儿填满吗？填满之后能不留疤吗？说白了，你们在心里面，你们能不能过了那坎儿啊？过不了，赶紧回家，个人干个人的事儿去。你要说我能过得了，就按老师们说的，从此开始，这就是生活，姑娘，过得去吗？也许你过去了，他过得去吗？错了就是错了，认。你们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这疤，你们能不能当它没有，或者自己给它填平了？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其实现在也知道，我以前做了挺过分的事儿，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我也知道错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努力和你在一起。像赵超老师说的那些疤，我可以接受。但是你那些疤，捅我的那些点，我接受不了。因为我感觉
你做的那些一码一码的事儿，让我心凉了，伤得忒透了。好，祝福你。就这样吧。来，请亮灯啊！骄傲又一次泛起，一点磨难和一点亏都不吃。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谢谢。来，请关门。我觉得今天女生在台上最后那一个瞬间，完全不耐心的听完这个男生说完话的那种打断，就那一刻的打断，才是这个女生大概真性情的一个冰山的一角。她其实没有反思过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她的归因是，因为我被前男友伤害了，所以我就要疗伤。她完全没有想到过，你在疗伤的过程当中，恰恰伤了一个好人，或者说爱你的人。好了，让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我其实这时候挺心疼他的，不应该出来吗？跟他说再见呗，跟自己说再见呗，重新开始，我觉得挺棒的。主持人可不可以说让他稍微晚一点走？只不过我只想最后道一个别。道别你可以在场下道别，他还没走呢。那就行。啊，那就跟他道别吧，好吗？谢谢你，来，请回。最后还有点心疼他吧，就反而这一下有点心疼他。希望你们这一声再见是再也不见，因为有一些东西不要反复的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那样你会走进一个更痛苦的怪圈。希望你们各自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险期。有网友提问说，我们结婚10年了，老公不做家务，不给家里出1分钱，平常孩子上学、生活费、水电费都是我承担，如果不够了他也不出，让我自己想办法。1年到头呢也不去我家一趟。我结婚后就没过过生日，不知道他对我是不是真心，我该怎么做？你现在陷入到了自己负面的情绪当中，我希望你冷静之后想一想，除了上述老公的缺点，他是否还有优点？如果在你眼中他既是不挣钱养家，又不关心老婆孩子的男人，也不孝顺你的父母，那么这样的男人你留着他还有何用呢？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谢谢他们。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